人来人往的火车站，一对母子似乎在闹别扭。在二战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不受战争波及，就将他们送到偏僻的地区，希望他们平安长大。朱利安也是如此。火车上，他一个人孤单地站在那里，静静地望着窗外，接受着与亲人的分别。朱利安很是聪明，在课堂里，他会偷偷地看课外书，踩高跷时也会和老师嬉闹，但这从不妨碍他考出好的成绩。一天，新转来的学生波奈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与朱利安同样好学，喜欢阅读。他的衣箱里装着很多书，还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。他可以毫无压力地解答黑板上的数学题，文章写得比朱利安还要好，甚至能弹一首优美的钢琴，让美丽的钢琴老师也惊讶于他的音乐天赋。朱利安一贯的骄傲让他很不舒服，但在同时，他对波奈也有着连自己都从未察觉的欣赏。在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欺负波奈，还说他是娘娘腔，抢了他的食物，舔了一口再还给他。一方面因为他是新来的，另一方面也因为波奈的性格有些孤僻，与别的孩子总有一种疏远感。朱利安看到波奈被欺负，并没有上前调和，而是选择纵容了那些孩子，但在他心中却对这个新伙伴好奇不已。一天，孩子们正在锻炼的时候，被称为卖国贼的法国民兵闯进学校搜查躲避兵役的人。波奈心中好像有些慌乱，但这次并没有查到什么。约瑟夫是学校的一名伙夫，他因为跛脚也经常受到欺负，但消息却极为灵通，最终因为偷盗而被逐出了学校。这时朱利安已经将波奈当作唯一的对手了，两人皆是青春少年，也许一开始是带着不服气的情绪，但后来他慢慢意识到，这个男孩和他有着相同的志趣，即使他偶尔也会欺负波奈，但此时的欺负更多的是玩闹的成分。朱利安抢了波奈妈妈寄来的信，在信中波奈的妈妈出事了。在那之后，朱利安也问过波奈母亲的情况，波奈很是激动地回答 Elle m'a pas écrit depuis 3 mois. Là, t'es content? 这次吵架之后，朱利安开始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，但这并不影响两人成为朋友。警报响起后，他们一同躲在钢琴后面，趁大家在防空洞里的时间，一起弹钢琴、吃栗子。找宝藏时，在黑暗的树林迷路后结伴而行，看到野猪野兽，默契的一同蹲下。在偏远的马路上被德国佬抓捕，送回学校。打完架后，也因为对方的滑稽笑出声来。朱利安与波奈已经不再疏远，开始渐渐熟络起来。一天，朱利安的妈妈带他们去餐厅里吃饭，餐厅里不允许犹太人入内，而朱利安的妈妈因为帮一个犹太老绅士说话，也被法国民兵训斥。同学们都认为波奈是个异教徒，朱利安的心里也产生了其他猜想，但此时他与波奈的感情已经很是亲密，战争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除了偶尔响起的警报，他们被迫要到防空洞去上课。他们学习文学、历史，学习数学，学音乐，但他们不了解战争，以为一切都会顺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发展，因为战争从来都不是他们在意的东西。究竟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他们并不清楚。朱利安问哥哥，为什么犹太人是我们的敌人？哥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忙着让朱利安帮自己给美丽的钢琴老师递信。在那个寒冷的1月的早晨，老师告诉他们，德国人已经被打败了，但闯进学校的德军意味着战争还没有结束。他们叫大家指出这里的3个犹太孩子。教室里很安静，没有人说话。朱利安担忧地望着波奈，顺着他的目光，狡猾的德军猜出了波奈是犹太小孩，因为是犹太人，所以必须离开。孩子们都十分惋惜地望着波奈，而波奈没有丝毫慌乱，平静地取下衣服，和同学们握手道别。德军向孩子们说 Ce garçon est un juif. En le cachant parmi vous, votre directeur a commis une faute très grave vis-à-vis des autorités d'occupation. Le collège est fermé. Vous avez 2 heures pour faire vos bagages, vous mettre en rang dans la cour. 说完便急促地走了。众人都十分担忧老师与那3个犹太孩子，纷纷为他们祈祷，不知道另外2个孩子能不能逃脱。在宿舍里，只有在德军抽烟的功夫，波奈与朱利安才能说上话。他安慰朱利安说，他们迟早会抓到我的。波奈把看完的小说都送给了朱利安，朱利安也把《天方夜谭》送给了波奈，因为《天方夜谭》有着2人共同的美好回忆。回到学院里，失落的朱利安再次受到了打击。他看到本应站在上帝那边的修女，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藏起来的犹太同学，还有那个曾经被同学们取笑的伙夫，也与德军站在了一起，出卖了学校，甚至还义正言辞地解释着自己的背叛。T'en fais pas, c'est que des juifs. 面对朱利安对他的不可置信与疏远，他竟还觉得是朱利安虚伪，可笑地为自己辩解。朱利安不愿再与他交谈。在学校里，老师虽然宣扬着爱和仁慈，但他的信仰却没能拯救他和孩子们，也没能拯救人性。院子里，德军审视着这些剩下的孩子，盘问着他们是否是犹太人。整个院子被他们看守得极严，即便有人想要出去，也要问过德军的意见。这时，波奈与另外2个犹太孩子和窝藏他们的校长被德军带了出来，孩子们纷纷向老师道别。
Bientôt. 老师和犹太孩子被带走了。波奈临走前停住脚步，转头望着朱利安。朱利安跟他挥手，静静地看着波奈被德军推出了门外。孩子们无能为力地盯着那扇静默的门。朱利安的眼睛早已湿润。后来，波奈和另外2个孩子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，他们的老师死在了毛特豪森集中营。对其他孩子们来说，朋友和老师的离去，一句孩子们再见即是永别。他们终于体会到战争的残酷，人性的险恶。曾经他们那颗纯真的心再也不会存在了。恐惧与冷漠在那一刻侵占了他们，时间也不会再次温暖他们。在老师的世界中，他的仁慈没能挽救修女与伙夫，但是他的信仰影响着后代的子子孙孙。不知道修女看到孩童脸上再无笑容，伙夫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疏远他、厌弃他之后，他们的心中是否会有一丝悔意？